21天之后才进场调查。21天是要给业者充裕的时间串供灭证，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保全证据？赖清德总统不用道歉，卓荣泰院长不用下台吗？谁是门神，谁在包庇？可是比致癌有更严重的是，中央有些人本身就是癌细胞，中央本身有些人就有问题，这种决策前所未见，荒腔走板。赖清德总统12年前讲的话，自己还记得吗？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寿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个好，大家好。好，那今天礼拜五，明天就是725礼拜六了 ，OK？ 好，那上街头到底当蒋万安、郑壁虎发起要上街头的时候，明天到底会有多少人？北、中、南，当然北包括双北、桃园这些一定是主力。那但是台中到底会动员多少呢？那高雄、柯镇这个地方又会动员多少？这一趴可能不只是在比人数多。人数表现是个气势，这气势是除了在表示对于食安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那更重要一点，2026、2028是不是都在这个考量里头？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包括从行政院在这个礼拜2启动那修法食安会议啊，所有这些，当中联油的总经理那他妹妹出来喊冤的时候，说背后是不是还有实质控制人的时候，这整件事情又会怎么样一个发展？蓝绿之间对于这件事情，大家都在乎食安，但是看起来各自的支持者里头，对于中央还是地方。会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吗？今天有最新的一些民调，但是现在一开始，上下我们先来看，每一次游行看的就是人数，人数展现的是气势，尤其这次是蒋万安号召的哦。虽然中间你看到各路诸侯，包括卢秀燕，然后召开线上会议，可是明天那个人数要算谁的？基本上坦白讲，明天的人数很难去估，因为国民党已经发明了，所以可能现在会有那个接力的上街头。可能有远端的上街头，所以他的场面，对不对？你这国民党已经创造了那么多奇迹嘛，所以明天到底要涨多少人？也许有接力的啊，也许有远端的啊，也许有虚领的啊，我们都会吃饱去了。所以这个场面，小平，人家在那边绝食，你还这样讲？不，绝食是绝食，去就要吃饱，皇帝不拆二兵，对不对？对。可是前面是有一点就是讥讽他们，可是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接力的，因为你会看到是基本上啊，这个呢是一个万安演习，蒋万安号召力的一个测试嘛。然后万安演习，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看到很多万安演习常常都不了了之，所以蒋万安现在就怕的就是万安演习会不会不了了之，对他的一个整个号召力的测试，那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重挫。这等于算是蒋万安从政以来。这应该是他第一次，他号召要上街头了吧？对，是吧？所以这一次对他来说，这个处女秀非常重要。对，如果真的场面重大，然后真的有气势出来，那少主就变共主了。那对不对？少主变共主，那2028他要不要参选，那是一回事，但是他有话语权。他到时候2028要不要参选，或者是接下来要不要选马英九，先接党主席，都有话语权的。但是如果出来的状况，就是万安演习，然后大家就警报响完了，然后就没事了。然后那个样子的话，那个情况之下，蒋万安可能就很麻烦了。谁说台北市长，国民党的台北市长一定直接可以攻顶？马英九是，对不对？侯友宜是赢了60万票，但是还有一个郝龙斌啊，郝龙斌连郑丽文都把他打败了，连黄复兴、郝龙斌这个出身黄复兴的人都没有吃下好。对不对？所以也不一定。所以蒋万安其实现在就是马英九和郝龙斌之间的一个命运交叉点，所以这是一个状况。但是呢，场面也不会太差，这是我的预估。几个状况是什么？第一个，如果因为这场选举真的太冷了，没有主题，没有主角，那么多的候选人很焦虑啊，没有一个曝光的机会啊。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号称台中不是已经所有的议员都会动1到2辆车子吗？那为什么总是要有一个？他们是不是对于食安有意见？是不是怎么样？那不一定。但是就是馆长讲的，馆长终于讲了有智慧的话，就是选举嘛。对，所以就是选举，所以一些地方的议员还是会弄1、2台车参与。
然后把他们的那个服装一定要给人家看到，然后就是他们有曝光，他们有出现，然后所以呢南部呢，就柯志恩讲的就是都满了，连郑丽文都讲，游览车都满，都爆满，所以基本上场面不会太差。那第二个一个情况是，这是民进党要去注意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同学比较偏蓝，所以他们群组里面最近在广传一件事情，什么？那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业，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后来在吴敦义那边的，他写了一段，都是民进党永远不会错，如果有错，就是国民党的错，那如果民进党有点错，还是国民党害的错，这样一个情绪，如果会广传，代表着，因为我们刚刚后面会讲到民调，其实大家对于食安问题，中央和政府拖了这么久，那到底谁的问题？其实大家在乎的就是会有那种蓝绿归队的情绪，而这种情绪里面就是什么都是国民党的错，那样子的深蓝的正统选民，会不会在明天顺便出去走一走？那可其实也是一个变数，所以这变数很多。那大家接下来一个变数是什么？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呢看到这场面，该去不去，正在挣扎，但是挣扎的时候要问一件事情，我是党中央啊，主席什么时候到？郑丽文什么时候到？因为如果郑丽文是中间到，那他要决定他要早点走还是晚点走，对不对？如果郑丽文要做全场，那他们这些人要不要跟他同框？所以郑丽文什么时候到会是一个状况。所以这里面其实变动的还有一个郑丽文，但是郑丽文呢，其实这一次已经赚到了，因为本来不是全代会的时候要有党主席罢免条款吗？不是说有人要发难吗？要逼宫吗？对。那你看现在有人谈这件事吗？没有了嘛。所以至少郑丽文这一关也过了。然后当然卢秀燕在这个关卡里面，她变成是因为蒋万安先出手，所以她变成是一个跟随者，但是跟随者就要看，如果蒋万安成了，那卢秀燕呢？就以后要对蒋万安更加的要多思考一下。那如果蒋万安就是万安演习就这样子不了了之，那卢秀燕的地位当然会更稳。然后还有一个人是最聪明，反正呢，他虽然他的办公室是离凯达格兰大道最近，但是他只是贵宾，他的一个情况，他是院长，他是立法院长，对啊，所以他又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第一名，所以他的身份。这件事情的成败跟韩国瑜也不会有直接相关。OK， 算出来刚才所有的分析，你会发现里面国民党四大天王，尤其在2028被排序的几个四大天王，大概都在里面各自点名这些。但是一场食安，大家这么在乎，大家都在问的就是我们吃的所有东西是不是真的都安全了？已经上架的这些是都安全的吗？那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但是当一个游行以后，会不会出现蓝绿各自归队，大家各自阵营里面？譬如蓝营的人会觉得都是你中央政府的错，绿营大部分人会觉得说是不是你地方政府查缉就是不利，才造成这样一些结果。食安会变成一个独有的世界，两个世界吗？但这整个小平是一路上看，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你们在议会有没有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蒋万他的人设感觉上跟以前迥然不同的一个样子，大不相同，对不对？那你说，不管是在议会看到的，甚或他在讲的，然后包括这次食安，没有想到是由他直接振臂呼射出穿引荐。对，所以蒋万为什么现在要走上街头路线？那卢秀燕呢？刚才创下在分析所有这些的时候，包括人各自料多少，这个气势多少都跟未来会有一些关系吧？因为比较有狼性啊，因为这2年啊。陈国军再来是于振华在的英伟，或所谓的大脑了啊。那个时候，那陈国军是临危受命的时候，4年前选举的时候，后来他接棒了，转危为安，大家都很清楚了哈。那现在那英伟师承谁？英伟师承金溥聪，是好。那所以这个都有一些狼性，就是算比较凶狠的国民党。然后呢，那时候马英九哈 VS 叫做段宜康。现在蒋万 VS 佛地魔，好不好？简述会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我的议会的质询呢，我会表现出来。其实现在的蒋万跟20年前的马英九市长是有点像的。那对手都是新潮流，然后这个一脉相承的，从金溥聪到英伟，逻辑都相同，就是对杀。但他为什么上街头？就这个问题。对，马英九不用上街头，蒋万要上街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蒋万的条件当然已经是最好的了，但也比不上
当时马市长这么好，因为马英九就不管是支持6·4啊，然后同情这个达赖啊，然后特别是这个查这个贿选黑金贿选，我部长都不干了，他干了一些大事，那现在他也要干一些大事那个讲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国民党票很多，现在票跟以前绝对是不一样，何况现在国民党还有一些票。干嘛？认为国民党表现得不好，然后躲到了中立选民，那他必须，你知道躲到中立选民是第一关，第二关如果再看看你不喜欢你，他转了，对，转掉了。所以我们不仅不能让他转掉，这个上街头了，他整体的行动他的规划，他还让他希望搬回来一些，就像等一下上一步会讲高雄的选举，民进党4成多那个蓝白才2成多中立选民我们赢很多，可是民调还输一些。民进党4成多那个蓝白才2成多中立选民我们赢很多，可是民调还输一些。所以蒋万看到了，英文也看到了那当然，这个他比于正华更这个战斗派，所以我讲结论就出来，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必须要展现首都市场的辐射的能力中央为准，以谁为准？资历当然是以韩国瑜跟卢宪为准。对啊，那可是，请问你6都谁最大？当然台北是最大，首都嘛，大家面对现实。可是国民党论资排辈，这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就像你讲，中央谁为准？当然是论资排辈，下面怎么算？上面还有一个你刚刚讲的韩啊、卢啊这些。可是当年马英九也挑战过连宋啊，对吧？一样嘛。对，只是连现在蒋万安看起来不在乎这个吗？看起来是冲出去了整个，所以我要展现首都市长辐射的能量。OK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很清楚，卢蒋同盟。卢蒋同盟，因为他们的主张跟主席当然不尽相同。OK， 然后那韩的主张最近已经不管是无人机，不管是军购预算，其实跟蒋跟这个卢比较像，跟已经很接近了，已经很接近了。那你看你也看得到，就他冲出去之后，我相信他跟卢是有一点商量的，不会完全这个行动。等一下，这次行动你觉得有先商量吗？还是蒋万安先讲？因为蒋万安是宣布完以后，然后拜会了立院党团以后，再来去拜会了卢秀燕市长，是商量的。去的看起来是他主导，可之前卢跟他，然后对于这个发声那个系统跟时间是很贴近的，其实知道他们是有相当的默契的看起来卢蒋同盟是很清楚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就他跟韩跟卢比较亲美这个系统，你看无人机的这个加码跟这个军购的数目了跟党中央显然是不太一样那可是我觉得他跟卢更亲，因为这个我觉得卢会跟韩谈说，这个你要不要选？你会尊重他？你要选院长连任还是要选总统？这个都会谈。大家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那现在所以在某个程度那个蒋还扮演的首都市长跟少主，我不要说共主少主，3个人加起来是共主，我就有一个粘着的效应就至少把国民党最大一块 hold 住，这是蒋现在在干的事然后上街头，因为国民党最近民调很低，然后又绿白合，然后喜欢黄国昌。那恨死了柯文哲，你知道心里很矛盾，我到底要不要蓝白合？蓝白合又有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搞国民党的大汉奸，那个叫做这个柯文哲在那边，你知道眉来眼去，跟那个大野狼绿色大野狼蓝军的选民心里无所适从。现在嘛，那无所适从是干嘛？就回到中立选民，我不表态，我支持国民党，这对国民党是大伤。现在他怎么看？我2028不会选，我觉得他个性不会涉险。讲完，跟他，可是我必须营造说我是足以跟任何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很强大，这个是政治人物的仰望，我觉得合理，非常合理。但我认为他应该是还是回到这个高筑墙缓称王广积粮，广积粮包含的上街头也是一种广积粮的，我认为广积粮的一个行动了然后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就让中间已经本来是蓝的，然后退到中间选民的，要再拉回蓝的范围，这个巩固党的基本盘。OK， 军委委员觉得这次的游行，小平有强调的重点。那其实很多人在观察，名为食安，
但是选举的影子或氛围会不会一直都在这个里头？小平刚一直讲说，包括这几位，好，我们就讲这国民党4大天王，看起来卢蒋同盟，韩跟他们也是差不多一挂。那郑丽文可能主张跟他们大概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可是如果这样的话，2028势必只有一个人能出来啊。那蒋万安这次的整个做法，会打乱所有的一些的布局吗？还是蒋万安这次像小平刚刚讲的，他只是在累积自己所有，包括人脉，所有这些，只要达到所有的人都不可小觑我就是1号人选，但是我不会去设2028。可是这一仗不是食安的问题吗？我觉得这当然是为了选举啊。今年如果没有选举，他绝对不会搞这种事。因为食安地方绝对没有办法撇清责任。你也许可以去找一些中央的疏忽，但是第一线一定是地方。那这次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台中。那你蒋万安基本上你办这样的一个大游行，那你就把这个问题凸显到台面，大家会检验中央，那也会检验台中。那卢秀燕就第一个被大家发现。中联游资出问题，这家8年只去抽1次。之前大家还不知道吧？那你蒋万安这么一搞，那彼此就来检验。因为绿的支持者也会反击嘛，台中市议员民进党的也会反击嘛。那这样弄下去，谁受伤？那一定是假设民进党有受伤民进党跟卢秀燕受伤，卢秀燕一定会受伤。这蒋万安稳赚的。所以，台中市政府是这一次的食安事件第一线把关的严重失职。这个责任绝对跑不了了。但你这样变成把它搞成政治恶斗到最后就焦点会模糊掉了。就是信者恒信就支持者可能又会各自归队，互相指责。你这样讲的，蒋万安把他讲的城府好深。小平刚才就讲说，人家是姐弟情深，人家就前面也商量过，然后大家一起只是由蒋万安出来发动了这一块，给你讲的好像他城府深沉，一直在那边算计这些。他想破坏人家姐弟感情。对感觉得出来嘛，对不对？不，很强烈。第一个嘛，小平有提到这点我是同意蒋万安应该是要布局2032年对不对？那蒋万安如果要选2032，那2028他不选，所以蒋万安要先确定2028卢秀燕落选嘛，那他才有2032。他也可以2036也行。但不管怎么样，蒋万安这么一喊，那全党都要跟着他走。对啊，就当然是他最大的政治收获。那第二个，你的意思说，他这一次可以测试他在党里面，到底他一呼百诺的效应有多大？因为平常讲，如果是一个普通咖，你就算出来喊说我们哪有上街头，大概就你一个人往前冲。测试上书房对于这个太子多支持比如钟小平喊全党上街头，千军万马来相见。对，就有2个人嘛，千军万马嘛。但上公会不会去啊？但这个柯文哲一定不会去，对，黄国昌也一定不会去。那蒋万安现在游淑慧有给你兄妹，这个有一点指鹿为马，对不对？为什么指鹿为马？我们都属于郝龙斌系统，好不好？你说不要管中联优质是谁的问题了，不管台中市政府有没有错了，我们就是去抗议了。大家都跟着我来。那蒋万安这一点第一个先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嘛。第二个，那他用这样子的话，你说卢秀燕会不会受伤？其实你以中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也开始检验台中市政府出了什么问题嘛，对不对？当然，蒋万安跟卢秀燕就有一点政治竞合的这个矛盾了。只是我想不到蒋万安出手这么狠，用这一招。因为你用这一招的话，卢秀燕还得乖乖的跟过来。他事先绝对不知道要上街头。我跟你小平说有商量，有商量了。蒋万安已经宣布了所以第二天不隔1天2天卢秀燕受访，他才说我会去，我会去，这个很清楚。如果你是事先有弄好，应该是一个盛大的记者会。所以第二天不隔1天2天卢秀燕受访，他才说我会去，我会去，这个很清楚。
如果你是事先有弄好，应该是一个盛大的记者会，大家几个直辖市长要站在一起吧，直辖市长还别多吧，对不？然后卢秀燕呐，这个党主席，其实党主席也是嘛，蒋万安大概还是张善政调这会，这位宣布我们要上街头嘛，是蒋万安先喊的，那党主席曾丽文跟过来，这个大概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哈。但是你卢秀燕在这个状况下，她只好坦白讲我这个心脏要很强啊。你台中市出了问题，你还好意思去抗议？他没办法嘛，他也只好去嘛。然后又弄一个，这个我看一下写的是大动员的，对啊，立委、议员党部等等，通通要动员。动员要花费很多资源。而且这次是1个礼拜就要全部都动员完。他是上个礼拜也是礼拜5啊，我们那天在录影的时候，17号，对不对？他直接宣布嘛，所以是1个礼拜要动员完哦。大家可以那天去凯道算一下游览车，都停在那个什么中正纪念堂了，绝对好几百部了，一部给他算2万，要花多少钱？那来的人，对不对？一个人发事小了，那个石油安全比较重要。一个人发2个便当，那不管怎么样，这些资源的耗费，就因为蒋万安一句话，对不对？那蒋万安当然是大赢嘛。而且他这个议题又用得非常大，是为了食安，如果今天是说为了庆祝蒋万安正式被征召为台北市长候选人，你就失去那个动员的正当性嘛。那他用食安来包装，基本上刚好前一天吧，反正这一周，就蒋万安也正式被征召嘛，对，提名6个现任的，因为他是现任嘛，就正式被成为国民党一个候选人，又到台北市他的地方。来游行，那等于是就帮蒋万安造势，所以这个跟选举当然有关系啊，如果真的为食安，那我认为台中市政府也前面也要抗议一场，也要来办一场，控议台中市政府失职嘛，对不对？另外有这样来看的话，大家更可以看出来，蒋万安大概就跟卢秀燕的高低又出来了，所以蒋万安在这次的游行基本上就定于一尊了啦，国民党就是他了啦。至于那些临时跑出来的那些绝食，那个什么远端绝食，那个什么有没有偷吃接力绝食？我看那些小鸡就基本上应该选议员嘛，但是这个就冲淡了这次的，还好有他们让这次的准备上街头就变成有一点喜剧效果出来你看才好像一个早上没吃就已经好像快送医院，比减肥瘾还不如，人家减肥至少还比他们演得像所以有这次来看的话，小平你也算蒋万安这一派的吗？是啊，支持他的。一定是吧？一定是吧？对不对？是。来，小平刚刚补什么？就是依林俊炫的口才就是父子都会反目，何况是只是姐弟情深，好不好？歪的蛮厉害。你说如果他塞浪的话，对，这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呢？地方有没有责任？有。可是现在在打乌贼战。我先讲2016跟2026的2014跟2026的比较。这个江宜樺差点下台，郑重道歉，鞠躬道歉然后这个卫福部长下台，那这次连食药署长都还没下台，没有一次正式的道歉，这就是傲慢。然后就是我吴峥讲的话，左荣泰讲的话，对不对？特别是左荣泰，吴峥当然只是发言人年轻人被黄阳明激一下。然后卓荣泰总是老谋深算的一个政治人物，又是现任的做了2、3年的这个院长行政院长，他的态度没有变。那当然媒体我们现在掌控程度，就所谓的政论节目，那个蓝绿的比例比12年前悬殊多了。那就是想众口铄金，打成各打50大板，不是的。台中没有去检查？台中有没有他的基本责任是有的。然后也在节目，我也不吝啬的给台南跟高雄市长一些掌声，因为场也多嘛。台中2026到对于中联检查6次，但有些是清洁厂房干嘛，有1次对有的。那2年前苏丹红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台中也有行文给食药署说，是不是他们检查完，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初2014
那么大的事，还定个这么烂的法出来，我讲真的嘛，就是自主管理，对嘛？当然是然后他们现在后来到了2年前，像苏丹红这种东西，他依然不用主动查出来，万一有事，不用主动跟地方政府讲。那现在变成大家变成3不管的地带，除了法不行以外，还有已经知道了，然后还没有特别公布，那还有20%以内的话，还不下架等等。我还是回到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认真去查，好，那我是有记这个警告，可是你今天你盖牌这样隐匿不道歉，那是记大过啊，不，可是现在变成记大过的中央跟记警告的这个地方政府，那又混为一谈，各打50大板，这个对于校规来讲是不公平的。我觉得这个在你节目我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厘清一下。OK， 我记得在礼拜3的时候，当然礼拜3的时候，那个青黄有跟大家讲那个中联油脂的组成，包括过程当中，包括泰山集团里面那个股权当初的一些的争议，然后后来的一些事儿。那今天你看到现在上钩，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讲？本来大家都在讲说，包括中央、包括地方、包括厂商，是这次油脂里面大家在讨论的三角形嘛，这3个点。2014那一仗，几乎全民，那时候大家的怒气最主要的地方，应该是在厂商。对，所以会有包括灭顶啊什么，你看，而且那延烧了好多年哦。但今年这一次的毒油事件，看起来大部分看到的是中央跟地方蓝绿之间。那你会觉得蓝营的人觉得中央你们怎么样，然后绿营的支持者大部分都觉得说，哎，不是啊，你们地方第一线怎么会搞成这样？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变成是这个样子吗？那为什么厂商被撇到一边了，然后现在大家是在中央跟地方之间互相这样子？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责任谁属的问题。对啊，好，第二个是在未来防范里面所谓修法上面的意见。但是现实存在厂商该负的责任好像被淹死掉。在政治的议题发展下，其实业者的意见都没有。记得2014年的时候，那个灭顶计划，你看那个网络上什么把那个鼎新集团所属，连那个第2代做脚踏车什么全部都列上来。那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一些他们所属的集团一律抵制。好，当然大家那时候大体上，它是用工业啦，还有那个使用过的、蒸煮过的废油拿来提炼嘛，拿来提炼。所以当时有一个用词叫地沟油什么嘛，好，但是它最终的产品的检验反而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大家一听到地沟油，就是你怎么会叫我吃这么恶心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大家一听到地沟油，就是你怎么会叫我吃这么恶心的东西？鼎新的时候，除了鼎新还有一个强冠，然后讲地沟油。我补充一下，其实那个时候国人的怒气是累积出来的，对啊，这个是真的累积哦，不是像他们那个绝食那个累积哦，那个累积那个累积是2013年先爆发大统同业率数哈，先是大统先爆发，爆发完了之后，后来大家发现怎么同业率数的事件呢？这个鼎新也踩到2014年的时候又是强冠，然后也是又鼎新踩到，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2013年食用油，2014年食用油导致很多小吃店倒闭，然后国人真的出去连续2年出去要吃东西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找哪家店吃了，所以大家那个情绪是累积怒气大爆发，再加上当时鼎新跟现在厂商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是，鼎新当时是101的经营者也就是那个时候马政府的时代，让鼎新就等于官股支持他，让他可以入主去经营101了，所以大家认为说这也跟政治献金有关了。还有一件事。他们买了地保好几栋，对，让大家觉得你这么有钱，而且是现金买，好像你这么有钱，对，所以他们又加了另外一个标签上去，就是你们还炒房你们还炒房，所以就等于说那个时候整个形象几乎都围绕在鼎新的魏家上面，所以那个时候跟现在还是稍微不太一样。OK， 来张哥，你现在问题是现阶段大家
怒气看起来人民的怒气其实没有像2014年那么强烈哈，因为大家都告诉你嘛，抽烟都比那个还严重，吃烤肉可能都比它还严重，你说那个苯偏皮，对，他到最后大家就是说，原来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东西，好，但是最潜在的一个问题。人民有没有怒气哦？真的，当他我们以2018年，跟2022年来说，2018年是铺天盖地灭香啦，烟捐啦，车子要装那个碟刹啦，摩托车啦，老旧车要汰换啦，等等哦，你就看到那个烽火连篇，铺天盖地，烽火连篇哦。铺天盖地的反，逼到蔡英文要打给那个烟酒公司说你们能不能出平价烟？结果选出来民进党大败，只拿到6席。对，好，你回过来看2022有没有烽火连天？没有，没有啊，几乎没有。拿几席？5席，更惨。5席。现在最怕的一件事，看起来好像没怒气。但真的没有吗？选举那一刻，因为你从2018那个烽火连篇到2022，结果2022民进党的选举比那个2018还惨，对啊，5席还惨。然后2020年，蔡英文却是拿下史上纪录的票，跟那个韩国瑜，他拿上史上纪录的票哦，但2022一样倒。当发生重大事情，你发现人民都没有表现很强烈的怒气的时候，我觉得执政党要小心一点。因为不知道开出来的票会是怎么样，反而执政党要小心一点。因为你从2018到2022，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变化，怒气、烽火连篇到很安静。张公，如果照你这样分析，所以为什么？因为今年是2026，对，就是地方大选年，对。只要是地方大选年，所以这些议题明摆的它是食安是民生，对。但是你看到的是蓝绿或中央地方之间的各自之间的我帮上公补一句话，对啊，我帮补一句话，重点。上公刚刚讲的都不是重点，我这句话特别补加强，请自重好不好？加强。前面谈的都是我们主席怎样，谈的是两岸怎样，抗中保台，谁还在讲抗中保台？现在讲的就是内政、食安的民生公共政策了。我被我们国民党拉回公共政策，这个就成功了嘛？这样的意思？这不是接着说我们强项，一定是他们弱项。你现在不要讲太早，后面可能会被拉回来，好不好？现在不要讲太早，你们主席存在着不可测。我们目前是这样，我只能讲目前的事。所以因为这今年的选举，所以它就是一个政治。你就看到今年的选举，其实你走地方，其实不热哦，对，很冷哦，非常冷。然后刚才又讲到食安的议题，人民的愤怒程度没有2014年这么强烈，没有那么强烈哦。然后大家又在选举年，大家又在寻求连任，有人在看2028的时候，深陷在地方主管机关权责任之下，他发动了一个政治上面的议题的攻防。那同时也想把人民的怒气跟选举的热度要往上拉要往上拉，725就变成是要拉人民的怒气，跟他选举看能不能再热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活动就是，一夕间就好了，就结束了，因为大家选举，我们选举蓝归蓝，绿归绿，到最后决定的是中间选民在决定。那中间选民的想法，我觉得未必哦，会对已经大概我们都觉得局势明朗的会有什么影响？反而值得看的是新北，因为5波，只要一个这个事件，只要有5%影响5%，那可能战局的结果就不一样。像说不要到5%吧，光如果2.5%的来回，它就已经变5%了。所以我觉得
你这一个事件拉高，跟要激怒人民的怒气的时候，要挑起人民怒气哦。其实对很多地方的选举，我想大概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你说已经差距很大，你硬要把它那就不用讨论了。但是新北最指标，新北只要来回5%的影响，可能战局就不一样了，战局都不一样了。那对蒋万安而言，不管2028也好。不管他说的2032中间卡一个党主席，如果要党主席，或是2032或2028，蒋万安在这一次连任上面的得票数，一定要把他的台阶要往上垫高嘛。那现阶段，蒋万安从市政的泥淖里面要摆脱，转向于中央的议题跟食安的议题的时候。他就是想把那个阶梯看能不能往上继续垫高，因为你垫高，2028进可攻退可守，如果2028后面党主席，2032中间的过渡党主席，蒋万安不是那边阵营不是没有考虑过，所以你看这2项，他一定要把2026的连任的票数要垫高 ，OK， 那他现在。在转移一些市政议题等等的时候，就是要压低他的伤害，去垫高他的位置。他现在在转移一些市政议题等等的时候，就是要压低他的伤害。去垫高他的位置，然后去垫高他那个阶级。上公刚这样分析，政治学教授，请问一下，在政治学上面来看，第一个，如果照上公那样讲完所有这些的发动，那是一竿多顾吗？譬如说，第一个能够把人民的怒火，因为选战要的是气势嘛，趁这一波能够把这个气势拉到选战1128，然后第一个气势怒火能够烧起来，第一个，第二个。上公字里行间里面提到有没有要转移市政的一些的事情？因为最近，当然你说有一些不管虐童案啦，或是前面的包括台风假一路过来，蒋万安会是这样想一些吗？如果要这样的话，你觉得在整个最起码对国民党发动的这一波，能够在想象当中把整个气势或是把民怨转到对于执政党做这样的一个出口吗？我是赞同上公的讲法，因为我们知道比钟小平好太多了，感谢你的肯定，让我今天充满了生机蓬勃。上一次2022年的市长选举是上哈都，黄珊珊有参选，对，蒋万安拿到了57万票，然后拿了42%的选票，这次民众党应该不会出来，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打一个就是反绿大将，把白的票拉进来，因为白的票也讨厌绿嘛，也讨厌民进党嘛，也讨厌赖清德嘛，所以他就要把他42%的选票能够撑高，看可不可以到55%，甚至60%，那他就更有正当性了。我觉得这是他的目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从大位来讲，未来要选总统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搞到蓝绿对立了。我要选总统，一定就是最好是不蓝不绿，就不要特别蓝或不要特别绿。你像蔡英文就是这样嘛，蔡英文就是大于民进党嘛，所以他可以吸引到一些中间的票，这是白的票。所以我觉得蒋万安这件事情对他选市长是有利，但如果为他选总统，他现在你看啊，他现在已经他直接是跟议会对干哦，就是他其实蒋万安过去3年来，他基本上跟民进党也是好来好往啊，可是你看他最近跟简舒培。跟整个民进党的几个女的市议员，那真的是对骂了，已经撕破脸了。那你想想看，他未来他还有4年的任期，如果他连任的话，那这形同水火了嘛。第二个，他跟民进党也撕破脸了嘛。你看侯友宜跟民进党还不错啊。你看最近这个侯友宜还跟着赖清德去什么台大医院、金山分院剪彩啊。因为你作为地方首长，一定要跟府会关系要好，府院。第二个，你跟中央关系不能太差。卢秀燕也是啊，卢秀燕是到最近要卸任了，才跟民进党这个对干，所以我觉得蒋万安这件事情是短多但是长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看出来蒋万安的一个
最近的动作的他的这个政治性格啊，就是说他会用很极端的动作来弥补他过去的缺失。譬如什么缺失？例如说，他上次台风天，明明所有的资料都认为不应该放假，他就是要放。为什么要放？因为前一阵子内湖淹大水，所以他要用这个极端的动作来掩饰他之前的，你说就矫枉过正，要矫枉过正。那包含这次上街头也是，为什么？因为他本来以为他放台风假大家都满意嘛，结果没有啊，股票族不满意啊，他本来想讨好上班族，结果得罪股票族。然后另外就是外送族，也不满意嘛，很多 Uber 本来要送餐的，没办法送啊，因为放台风假嘛，结果他要掩饰他放台风假的问题，就上街头。但是这个上街头，他要用这个极端的动作来掩饰他上次放台风假的过错。但是我认为明天这个运动啊，我常常讲，我们在学校也指导学生写论文啊，最重要是什么？叫做研究动机。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论文？我们叫做 why， 为什么？例如说，我的题目是提升台湾食用油安全之研究，这叫研究动机嘛？为什么要？第二个很重要叫研究目的。你到底要达到什么结果嘛？你要从法治面，还是从这个制度面，还是从这个执行面？你要告诉我嘛。好，那你说明天这场运动有没有动机？有啊，我们要提高食安嘛。但是有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啊。你到时候你要做什么嘛？任何运动你没有目的，那就是那我们刚才来搞一个要反诈骗上街头也可以啊。那有意义吗？或者是反毒驾上街头，反酒驾上街头，要和平上街头。所以明天这个运动就是一个很空洞的嘛。你没有我举例来讲，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目的很清楚嘛，老国大下台，终结万年国会全面改选。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上街头有没有意义？有啊，改善军中人权嘛。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有没有意见？有没有目的？有啊，废除两岸服贸协议嘛。哪怕2006年的岛扁运动、红衫军运动也很清楚，阿扁下台嘛。所以你今天你办这个活动要有你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左荣泰下台，只有这样子了，其他没有什么目的嘛。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很空洞。那有没有人会去？会，它就是一个蓝营的基本盘的一个巩固。然后呢，蒋万安呢上礼拜我也赞同，就是刚才这个小平讲的。蒋万安的目的，他动机就只有一个嘛，就是吴峥讲的那个嘛，我也没有逼你私油，就讲了这句话。他觉得他捡到枪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看过，他就是一个政治运动，但他为了要增加更多中产阶级年轻人来参加，他又说了一个，你们来不可以穿对啊，大家都穿白衣服，他不要穿那个选举的那些，降低选举的政治味，对，不要好，也不要有旗子，也不要有旗子，不要有政治。欲盖弥彰，对吧？就是你要想把一个政治运动转变成食安运动、民生运动，结果呢大家不拿旗子，那谁要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两天蒋万安这一个礼拜，蒋万安的市长是在做一件事情，不是市政，也不是那个什么幼儿园虐童案，而是他抠人嘛，你看他还去了一个地方，礼拜三去了中常会，蒋万安基本上没有去过中常会，很少去，因为你要提名不是吗？提名也是啊，对了，但是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个活动拉起来嘛，他要拉那个郑丽文很柔软的手，对，所以很团结。所以刚才小平说，国民党的确现在陷入到一个，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蓝营人会一定有人，而且我认为大概就是蓝营的人，然后不会有太多中间选民或者是年轻，因为他就是蓝营的集结，那这凸显一个蓝营的焦虑，什么焦虑？一个就是说郑丽文路线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路线？郑丽文去哄习近平到底是不是我们国民党的路？第二个就是怎么继续跟民众党合作？看起来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合作空间了啊。那最后就是，我觉得这场活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就在于说，韩国瑜说要去嘛，韩国瑜拿了这个福茂董事长这个洪尧昆总共拿了多少钱？韩国瑜到目前为止，经常自己拿了他拿的这个钱拿了不少，
将近120万。你说政治现金吗？政治现金，从2018年到2020年，他选高雄市长，到后来选总统。他拿的这个钱拿了不少，将近120万。你说政治现金吗？政治现金，从2018年到2020年，他选高雄市长，到后来选总统。所有这个服贸的政治现金都是给国民党的。我记得小平好像也有拿到嘛。那你们上去就很尴尬，你们现在讲这些厂商是黑心油，那他们的钱是不是黑心钱？他们的黑心钱给你们国民党，你们国民党有没有拿出来？国民党也拿不少啊，这个侯友宜也拿了80万啊，国民党拿了25万啊，那你告诉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今天这个蒋万安说你们逼我们吃啊黑油，逼我们上街头，逼我们吃毒油，那谁逼我们吃毒油的？是这些厂商啊，那你们要拿厂商的钱，那你说这个洪耀坤他是福茂董事长，他也是我们这个。福寿董事长啊，他另外也是那个中联的那个董事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在这个地方上，他立场会很尴尬。你拿油商的钱，然后你说我要反毒油，那不好笑吗？那范老师这段，小平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会尴尬吗？不，南侨捐我们5万10万啊，他的捐的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捐了几十个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那时候也没有毒油，第二个呢，所以我们拿了人家5万10万就退回给人家，这个很矫情哦。我不干这个事的了。那现在那表示什么？这叫礼貌嘛，行礼如仪嘛，捐5万10万，捐给县市长几十万，又怎样嘛？可重点就是他出了事，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拿他这个一点点钱就不追打嘛。第一个没有交情，第二个照道理就是要追打，就这么简单。可是现在看起来，兄好，这场活动，反正明天大家就看人数，看所有上面的各路诸侯，看所有这些。你说他一定有政治味，但是他就是一个民生的议题。而现在看起来，你也看到大家在讲，不止蒋万安，包括卢秀燕最近的人设啦，包括所有这些。可是，难道2028就这么重要到大家在每一个环节都只想到为了未来那些，在过程当中，包括民生这些都会被忽略掉吗？刚才讲的斗内的这些，小平就直接定调，小平的定调就是。政治现金跟要不要摘奸扶恶，或是要不要去追打这些是毫无关系的，是吗？我觉得这个关系有或没有哈，我觉得每个民代在看这件事情角度不一样，但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国民党对这几个厂商的谴责啦，或对这几个厂商的声讨啦，看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看到，这是事实啦这是第一个要说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明天的这一场的动员啊，因为都已经讲到动员这2个字了。你看这个动员是事实嘛？我们已经看到这几天，从新竹县啦，就从不同地方的赖的简讯群组啦，就是要报名的啦，然后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来参加几点的时候集合的啦。这些资讯都在告诉你，这就是一场政治动员啦。所以这个政治动员它最大的用意是什么？最大用意的，它投射对象不是给一般民众看的嘛，它是给蓝营的支持者看的嘛。换言之，给蓝营的支持者看，当然是告诉蓝营的支持者，这个时间蓝营的共主到底是谁嘛。所以给蓝营支持者看的意涵，其实比给其他人看来的大。为什么？因为其他多数的人在这个时间呢，看食安事件，为什么这次不像2014那么大？是因为2013、2014是真的蔓延2年的整食安风暴哦。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啦，还很多人在检讨说，这个国民党哪几个人为什么要护航顶薪啦？在立法院里面怎么可以说散会就散会？明明就讨论食安的题目，你们怎么可以喊散会就散会？这些都是2013、2014的场景。可是这一次，你看，从6月到现在7月事发到现在，对民众来讲，有一个时间点，确实大家会担心、会焦虑哦。但是看完事情好像开始在往收拾的方向走的时候，大家慢慢的这件事情注意力就回到哪里去？回到自己的生活上面去嘛。所以7、8月这个时间呢，该暑假该出国的出国，该带小孩的带小孩，该玩股票的玩股票，这就是回到一般人的生活的常态。所以换言之，看到这么多政治动员的动作呢，你看蒋万安自己的讲话，他上个礼拜五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蒋万安在议会的讲话呢，基本上是不正面回答这些议员呐，尤其是对于民进党的议员，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他必须要就说针对议员回答的问题，已经这么多市政的议题了，我一次就是换个方式解决这些议题。所以呢，虽然有人在笑他说，哎呀，你怎么去讲那个高雄市有没有验，结果被打脸，可是对蒋万安来讲，那不是重点，是他很强硬的
注意哦，是人设很强硬的讲完话之后。这些剪成短影音在网络上要传播发酵是容易的，那个是蒋万安要的，所以他可以把它剪接成为蒋万安电报这些议员的画面，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才是蒋万安要的，所以他不要的不是那个沟通对话的状况，他要的是这些画面。好，那你就要接下来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也认为啦，他应该是没有先跟这个卢市长先讲过要办这个游行啦，他应该是决定了之后再告知啦，否则不会这么快发了脸书什么逼我们吃毒油，逼我们上街头，这个应该是他很快的做完决定之后，赶快再告知各方啦。所以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蒋万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蒋万安的大动作，你很少看到蒋万安这么大动作呢。可是蒋万安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各位你从几个角度去看，你光是把蒋万安跟强硬2个字去 Google 看看，你看过去这半年来有多少新闻啊？市政府的新闻有需要发出来，都要加上一个蒋市长强硬表示，一排的新闻都是蒋市长强硬表示。你想想看，应用在我讲说陈其迈身上，应用在这个侯友宜身上，他们讲话还需要特别加强硬2个字上去吗？不需要嘛。所以蒋万安跟强硬这2个字的人设，显然是这段时间刻意塑造出来的。再加上前一阵子他们蒋市府跟一些媒体人的参叙的时候，人家特别去告诉这些媒体人说，你们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市长变了？我们市长变强硬了，特别去告诉大家我们市长变强硬了呢。那讲我们市长变强硬的是什么意思？那他们去跟媒体人讲这句话，当然是希望媒体人去帮他讲说，对，市长变强硬了嘛。所以表示他的幕僚希望他现在人设就是往强硬这2个字去走，希望大家感受到。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蒋万安现在在转人设这件事情是客观的事实。那换言之，这次的动员725喊说这个要大游行，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反正党中央这个。正主席你要去办，正主席要去想办法动员要干嘛？那个是另外一件事。蒋万安透过这个动作，让他强硬的这个人设看起来像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嘛。否则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包括他们跟这个媒体在聊的时候，他们聊其实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说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一些政治的气氛，包括有媒体人当然会问说，那你们有没有要选2028嘛？你知道他竟然有幕僚跟人家讲的反应是说，这个郑丽文应该会卡我们，那你觉得他跟媒体人讲这个话，是希望媒体人不要讲出去，还是希望媒体人讲出去？那跟媒体人讲的话，当然是希望媒体人讲出去嘛。所以释放出这个讯号出来说郑丽文会卡我们，那你觉得蒋万安对2028是有想法还是没有想法嘛？所以我才说，在政治上面，蒋万安的企图心改人设，然后释放出政治讯号出来，然后。这在包括明天的这一场的游行，这看起来都是蒋万安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所以才会有人在分析认为说，蒋万安在2028他看起来不是完全没有想法的。张高，我们这样来看好了，因为今天正常没有出一份民调，虽然主要是做高雄市长，但那里面如果我们拿一个地区，那里面对于这个毒油案，其实你会发现，当游行一出来以后，通常那个政治味就出来了。那就会变成蓝绿各自归队，所以你会发现绿营的支持者对于地方的责任，看起来他会觉得你地方当然有一些责任。那蓝白阵营的支持者肯定就觉得是中央一个民生议题。当这游行下去以后，会不会就变成这样？我觉得它政治议题现阶段就一直持续在发酵中嘛，因为上街头啦、责任归属啦等等闹得不可开交嘛，那当然。正传媒做的当然是针对高雄市啦，那其中有一项是毒油品的责任归属啦，那整体来说，认为是中央政府该负的责任是40.1，地方政府该负的是36.2，但是无明确表态的有23.7啊。不过你从细部上面来看，国民党81.5认为是中央的责任11.6，那当然他一定会比较偏向于自己的地方政府嘛，因为大家探究的是台中跟台北嘛，好，所以你看民众党反绿，他也是一定81.6嘛，14.0其实最值得看的其实是民进党，民进党认为是地方政府的只有62.3并不高哦，在高雄并不高哦。然后认为中央政府的有18.3你看蓝营的认为是地方政府，是我们蓝营执政政府的不管是国民党跟民众党11.6跟14，但是民众党认为中央政府高达18.3，民进党
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18.3是中央的责任哦。但是你反观国民党跟民众党高于80%以上，反绿都就是你中央的责任。但是你民众党认为地方的责任只有62.3哦。其实从这里面看的时候，你还发现一件事，民进党在高雄，他的支持度是41.1哦，国民党只有19.8哦，民众党只有5.2哦。那为什么中央会被垫在高雄市垫这么高？不偏任何政党，41.3认为中央政府的责任，只有16.3认为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所以除了蓝绿之外，民进党那一块之外，还有一个不偏任何政党这一块，这一块认为是中央责任比较大哦。当然，这就是一件令人吊诡的事。为什么说会是令人吊诡的事？高雄验台糖，验本盆比，他验的数量，比台北多吧？那应该你认为，就是高雄的市民应该认为，我们高雄市政府在这一个时案做得很好。你看台中的，所以他觉得但好像不是所以高雄的人觉得地方没有什么责任，因为他们觉得都验了啊，好，就验，但是没有。那这样我那这样我就对啊，他们就觉得我们做的很好，也有可能啦，也有可能你不要气馁，没有讲不要气馁，不是，他也有可能认为是说。你这个问项说地方政府对啊，我们高雄做得很好啊，对啊，所以是中央做不好，对啊，也有可能啦。不过这个民调数字，我觉得是值得玩味啦。但是大部分的，如果从比例上看啦，绿营跟蓝营之间还是各自拥护自己的人士，当然，因为所以绿营的人大概6成多都觉得，反正就是中央嘛，中间不一样，6成2啊。但是就是说。那个强度，当然，因为所以绿营的人大概6成多都觉得，反正就是中央嘛，中间不一样，6成2啊。但是就是说那个强度，那个强度，蓝白的强度比较强，认为是中央政府比较强，那也有可能是事情发生后，你看到蒋万安啊等等有没有？他不断，因为你不会认为蒋万安是中间选民吧？你也不会认为蒋万安是绿的吧？全国认识蒋万安的人应该很多吧？都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吧？是不是因为蒋万安的因素，最近政治的因素，把国民党在这一方面的意识跟这个拉出来。上公刚讲这段，军认为，所以蒋万安的这个呼吁，最起码在蓝营里面是有发酵。对蓝营的支持者来讲的话，巩固了这一块，就觉得反正你们中央负比较大的一些责任，会是这样吗？当然了，因为他把这个问题给高度的斗争以后，他就会变成政党的对决，而不是一个实案议题，那变政治议题，那就会。就蓝绿就会各自就所谓的信者恒信，各自归队，就变成互相指责嘛。然后如果像刚上公讲的这个数据，蓝营那么多人是认为民进党要负责，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这样的一个算是自我取暖了，但是那你中间选民会怎么看？这倒不一定。中间选民希望的是以后我吃了东西能够安心，而不是你这样上街头搞一搞，以后大家就台湾食品安全就会进步嘛。那更何况啦，如果说未来要修订所谓的 SOP，要修订食安法，那其实这个修法方向在哪里？那你要怎么改？这个才是更进一步的一个讨论的重点嘛。只是啊。国民党现在把它高度的政治化，因为他直接上街头。因为民众党也要来嘛，好像嘛哈。有啊，黄昌会带队，但柯文哲不来。对，这个就变成一个造势会嘛。谁还会想到你那这个游行的目的何在？今天如果你办这场游行真的是为食安，国民党应该在立法院要提出，你现在多数你要什么法就要什么法。
啊，再怎么修啦，你食安法一定会修到地方政府的权责。因为现有的食安法它本来就有规定地方中央啊，所以卢秀燕你被逼的只好说谎啊，说什么中央不给他查厂，中央有权利不让你去查厂，那怎么可能？如果有的话，你公文拿出来啊，这个就一枪毙命啊！是你过去都怠忽职守嘛？那另外中央还要做的就是你要去查，那中联为什么会出这么大问题？他怎么敢呢？第一个他没有停工，我上次说他最严重就是他发现他检测错误。他竟然没有停工，他就去搞了1个月，后来他搞不定，只好往上报。你要知道他这个我们的食安的各环相扣啦，就是说你自律当然是第一环嘛，你厂商你要自己检测，然后你检测完你要马上云端回报，因为我去了解一下他怎么通报，所以他厂商检测完，中联他要立刻这间这间讲完你应该也要这里是不是也要来一下了中联油脂，他检测完，他要把他的数据报给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的云端。那他为什么敢造假？因为他不可能1个月都没有。他每个礼拜都要抽。你是报假。那你卫生局跟他平常有没有什么样特殊关系啦？或者中联油脂它内部经营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他所有权一直改嘛。他后来被市场派抢走以后，他整个业绩掉下来，但是毛利又上升。对，秦华在礼拜3有讲，那你毛利反而上升了。那你的油是自己炼的吗？那不晓得。因为你毛利要提高，你就是要降低成本。那你整体的营业额、炼油量都减少了，你如何去降低你的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黄豆做你的原料，你买的量少，烂豆从0.5变5%，就10倍，这个毛利就多了。对。还是你根本就是从别的地方进油，我不晓得了。3年营收下降26亿，但是那个毛利增加7000万。对啊，很厉害。这个在内部上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造假问题？就是说你的油真的是，如果你照该有的程序来提炼，你要降低成本不容易啦。OK， 这整件事情在未来，那你说明天上街头以后，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食安到底会是怎么样？修法又修的怎么样？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你说这是整体国人大家关心的整体氛围。另外各地方的选举来看的话，因为2026这一仗会牵动到2028。方老师，简单问一下，为什么郑丽文要在这个时候把四广阳的那个，就是万美林四广阳，就是大家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一整个礼拜理论上应该都是在使用食安，然后这个那个毒油，所有这些。那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让大家不得不讨论到这一块？因为你说了东方不败，你又说了鞭尸，像这样的一些名词，为什么？政治学怎么解释？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且就是让我们大家温故知新嘛。不是，我觉得我不晓得啊，因为他是上某个这个节目嘛。是啊。那当然这个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也不得不回答啊。他就说万美玲感觉是他被鞭尸嘛。然后他说他是东方不败嘛，你再怎么打他依然存活嘛。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万美玲来讲是好嘛？我觉得当然是不好嘛。因为万美玲，我跟你讲，这个应该说上个周末，这个礼拜6、礼拜天，谁最开心？四广阳最开心嘛。因为大家不讨论他了嘛。结果你郑丽文又把它拿出来讲一下，那大家是不是要来讨论对四广阳的事情呢？因为对万美玲来讲，你看其实他从政。他一向是非常低调的，你几乎很少看过万美玲在立法院什么他连质询的画面都很少了，除了他们家相关的桃园相关的土地问题之外，他很少质询，他也很少冲撞，他就是默默的参选，默默的当选，然后默默的没有落圈，默默的继续就对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No news is good news， 只是万美玲过去20多年来的从政经验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想这样子安安静静的选上，然后大家都不要注意他就好了。他不希望成为箭靶，他也不希望成为全国的焦点，他也不希望上媒体，他也不希望政论节目讨论他，就默默的这样子一直走下去。但是很不幸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惊涛骇浪。那好不容易这件事情稍微落幕了，
那个郑立文要把它拿出来讲嘛，大家又要再讨论一下嘛。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它是有话题性的，但是我觉得对政治影响我倒不觉得很大，因为我觉得士广阳一定，你觉得他还是会参选？一定会参选，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当选，因为万美玲在当地扎根太深了嘛。对他从桃园县议员就当选了，我记得是3届，后来又当选了总共5届，又当选2届桃园市议员。这个你看啊，这个这种根基、这种扎根，你说要叫士广阳不选，那是违背天意。但范老师，士广阳选上，对万美玲委员呢，他的2028的立委胜获未来的市长梦，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有影响，我觉得绝对有影响。那个就是天平两端要去权衡。对。到底该怎么做了？我觉得，因为士广阳是参加市议员嘛，市议员是大选区嘛，对啊，基本上桃园拿个8、9千票就当选了。是，但是立委不是哦，立委是小选区哦，一个选区只能产生原则上1对1。对，那我觉得过去万美玲的打法是成功的，因为他实际上他是蓝的，可是他不是那么蓝。但是现在他已经士广阳的问题造成大家对他的形象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她是妈妈，又好像保护士广阳，保护的非常的 over， 然后加上什么家长会的事情，去学校施压等等，这些传闻不断，然后加上士广阳的霸凌的事情啊，什么大学作弊等等，那我觉得这位万美玲的形象会造成伤害。那而且国民党内想挑战他的人很多了。对，林涛想不想？也很想啊。你干嘛挑林涛啊？因为他目标最显著嘛。所以，而且过去万美玲一直是挺林涛的嘛。是吧？所以你干嘛挑？那这一次万美玲不挺林涛啦。所以他们2个人是不是从肝胆相照变成肝胆俱裂？不知道。好，那未来来讲，挑战万美玲的人，党内就很多人了。那更遑论还有民进党。所以我觉得万美玲不管是选立委或者选市长，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几件事情，张教对，来桃园你熟，所以这几件事情呢，就这样，他真的本来是这个风波好，大家还是要关心霸凌的一件事情。可是毕竟士广阳我不出面，我都已经趴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大家就去讨论一些其他的事吧。但是当郑丽文讲的那些词，而且平常讲，来宾每次讨论到这样，小平你喜欢人家讲是这个温屌的意思，然后东方不败你很厉害，我怎么喜欢吗？温屌跟温系的东西问呢？是温屌还是温系？对啊，是啊，为什么呢？多其次强就是弱，弱就是强。对，某些情况是这样。首先呢，你要了解一下郑丽文哦，好久没有发言权了。然后对，所以这个时候能够有访问谈到，然后谈到的时候，食安问题又不是他的主场，然后他应该我讲他偷笑嘛，至少要725的平安过关嘛，对不对？所以他没话讲。那剩下一个话题就是士广阳。然后他应该我讲他偷笑嘛，至少要725的平安过关嘛，对不对？所以他没话讲。那剩下一个话题就是士广阳。然后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媒体有报道啊，万美玲13号有去见到郑丽文，对，也讨论一下嘛，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作为党主席有个发言权。我希望你空战支援，不是这个支援法吧？你郑丽文的作为，我们也很难确定他觉得他可能是空战支援嘛。但是回来士广阳这件事情哦，其实讨论度很高，是因为那是很多人的生活里面你可以的话题，但是呢，这么多的热闹里面，其实说实话，大家都没有投票权，有投票权的就那么一些，所以其实就是这个状况之下，回到那个选区，大家都没有投票权，那国民党只要不补提名，那个基本盘只是他可能会原来赢过林涛还是输给林涛的问题而已，所以其实那个影响。其实为什么他只是不是国民党提名？反正我们知道上次的时候苗栗县有很多人不是国民党提名嘛，但不影响嘛，所以那个状况会是这样子。可是他的话题性高，但是对万美玲来讲，他当然有压力，没有压力，他怎么会跑去找郑丽文啊？压力在哪里呢？我讲了，桃园其实一直有，因为张善政打破了南北蓝北闽南客的一个轮的。然后这个士广阳的话题会在地方上去，也包含是南部的，就是南桃园的一些人会觉得，那你万美玲是不是要受到影响？那万美玲另外一个压力是什么？就是南崁，就是龟山，就是桃园市
很多的，它可能是全桃园本身就已经是全台湾最年轻的县市了，它还是桃园里面整个桃园市里面最年轻的疫区，然后这样的疫区，因为到万美玲要去面对的连任之路的时候，如果那时候释广阳如果跟他妈妈一样，在市议会里面也没人看到，那没事，但是只要整个因为明年就开始选举了。如果释广阳当选了，在市议会里面出了什么状况，再出了什么话题，万美玲一定是波及。小佩是，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整件事情，曾俊文主席的意思说，他已经放弃国民党提名了，就是不接受国民党提名了，就是不要再扯国民党了，是吗？因为党主席在中央，我是地方的议员，我就讲讲地方的怎么操作哈。这个区选12个。那国民党当选7个，那有一位不选呢，副议长不选呢，再补提1个，就是释广阳。12提7，那叫恰如其分。桃园有点蓝，不是蓝成文山那样，所以12期我觉得合理。这个区我认为民众党都可能当选，因为12席，因为民众党也有一席，然后还有一个是副议长的女儿用无党籍，所以等于是整个泛蓝白系统是9席，对不对？对，那所以呢，9席的话，那今天释广阳是确定不用国民党选的，对不对？好。然后呢，释广阳不用国民党选，那他是不是党员？还是吧？好，那我先第一个讲到党纪的问题。他如果我要不让你选，我让你选，有3种：一个征召，一个报准。那第3种可能是打混战，就是说你去选，我也不动你，对吧？那甚至我要不要给你责任礼？这个要讲清楚，我讲比较细一点，就是国民党的态度。你们党中央有办法掌握责任礼，还是万美玲可以掌握责任礼？我觉得这个权责在地方，好不好？可能议长有力量，然后我们他自己家里有力量，然后这个党部主委有力量，我觉得是国民党是一个地方会合起来谈的，所以最后一个指标，就他是不是算是隐性提名，半个提名，他会不会给他报准？那有没有党纪，有没有责任礼？我认为这3个。才是重点。当然，所谓的空战呢，就是我主席他认为，刚刚创下讲说，我这样讲是不是对释广阳就是表示，至少主席讲这个话对他是友善的。他没说你不要选哦。他定掉国民党不会再补了啦。对，因为如果要决绝是补，显然没有没有做这个事嘛。然后现在就看地方党部最后对释广阳是会，我认为还是浮动的。你要看那个。现在油弄完会不会再回来变释广阳？我不知道了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最后的决定还是在8月底，8月30到9月4号那个5天的登记的时间才是最后的决定的时间。如果讲所有的地方的话，那最近媒体有报道，俊宪伟，请问一下，媒体有报道说绿营现在希望在2026这一仗5+5，5就是现在你们的5席，然后另外希望能够在新北、彰化、嘉义市、宜兰、基隆能够拿这5，所有的里面现在看起来。绿营对于新北感觉上要势在必得的样子，蓝营对高雄，看起来虎视眈眈，这是这次选战里面大概整个选战里面影响最大的2块。你们现在对新北的看法怎么样？我觉得越来越好。第一个地方的士气都被打上来。原本认为新北是不可能任务，那现在发现了新北会赢。也就是说。在过去那么长时间，民进党尤其像苏巧慧，他在新北扎了根，哇，这个现在等于慢慢的开始收拢进来。那相对的李四川就选得很不好。这个李四川完全没有像之前大家评估的，他在新北应该是轻轻松松一马平川。国民党已经是长期执政然后他又是党内民调超高，因为他国民党内没有第2个跟他差不多的，当然就是李四川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民调那么高哪里来的然后他过来从台北市的副市长过来隔一条淡水河选新北，哇，那整个状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新北市民这次对于苏巧慧给的那个支持度我觉得也有一点政党上的一种疲乏了，所以长期执政大家就长期执政其实不见得真的是利多，对，大家还是要有一点的。我认为任何政党都必须要小心翼翼那更何况候选人之间的那个差异性非常大一个就苏巧慧就是有活力嘛，你看他跟那个李四川就是那种这种
又看起来就保守，然后没什么行动力那种形象啊。那回应事情又很慢啊，今天又出现他一个什么房子的事情啊。我们那个房子，等一下清华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房子的进度，因为他们是直接讲说，他们都已经讲清楚了，大家如果要再以讹传讹，我就告你。那个先从他弟弟的事情嘛，李世川这些事情，他就回应得很不好。我认为选举不会单一因素就决定成败，它一定是堆叠的啦，就是累积起来的。那一个就是正向，一个反向。那相对的如果民进党是新北市区打上来，那国民党就会掉下来。一定是这样。就你原本是看起来很轻松、很稳当的一个选区，结果打到现在一直掉下来。你要掉下来，要再拉上来就很难啦。就很困难啦。除非你有很特殊的事件啊，或者候选人能够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看起来李世川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了。OK， 坦白讲如果你真的像礼拜天如果上街头，礼拜六上街头，礼拜六上街头这种实案，如果是很正面的议题啊，你要让李世川对啊，你要做分数给李世川才对嘛。结果也没有啊。你看我们跟你讲半天了，这个13优检没有李世川，马博嘛，反而在国民党最近的几个事件里面，他是被边缘化的。结果也没有啊。你看我们跟你讲半天了，这个13优检没有李世川，马博嘛。反而在国民党最近的几个事件里面，他是被边缘化的。也看不到他因为食安事件出来批民进党，看干嘛不？那整个游行事件，他就在旁边啊，也没有看到他跟蒋万安的一个什么合作嘛。那士管也没有了，士管没有，士管要干嘛？士管要跟他有关，这是好事。对这倒是好事。所以但是我觉得。只要民进党打下新北市，那就大赢了。就这场选举的成败就看这里。那民进党反而真的要小心自己该赢的地方。OK， 来清华，房子的这件事情，李世川阵营办公室直接出来把所有东西解释完以后，就跟你讲说，现在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不要再说房子的那些事情，尤其不要以讹传讹，要不然的话，真的就要告人了。这个李世川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都讲不清楚，包括到现在啦，就是他买房子的这个头期款的部分钱到底从哪里来的，他还是没有讲清楚嘛。那他的房子到底是预售还是先建的后售，他也是没有讲清楚。他们这次不是他们说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没有，因为他还是讲预售嘛。但是我们查过他那个三辉建设的房子，那一个时间几乎都是先建后售，所以你知道建商标榜他是先建的后售，包括建商呢这个后面呢，跟那个已经住进去的住户啦，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有纠纷，上法院的诉讼里面，这个等于说建商或施工方这边的解释也是说自己是先建后售，所以从法院的判决也看得出来。这个社区它就是先建后售，但李世川就一直讲它是预售，所以到底是预售还是先建后售这件事，李世川自己也没有讲清楚。但最重要的是钱从哪里来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房子我再讲一次，李世川的房子，因为现在大家从应该是设计师那边因为有很多设计师会把自己的设计作品这个把它刊出来所以等于说李世川的这个房子呢，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写的三辉千惠李宅这个上一个设计师呢，把这个他的房子剖出来的他的客户房子剖出来的公众人物呢，叫做严宽恒啦。严宽恒上次也是啦，那这个看起来是李世川帮他做装潢的呢，这个设计师呢也把它剖出来，叫三辉千惠。因为为什么大家会认得出来呢？你看大家会认出来的原因是，其实看的是上面这个照片，因为李世川剖过下面这张照片在自己的脸书上面，所以大家一对照这上下的部分，就发现这个就是李世川他家就一看就是他家。所以呢，这个三辉千惠的李宅，看起来李宅指的就是李世川那好，但你就想说，那好了，那他的设计师把三辉千惠李宅，就算李世川住宅剖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剖出来之后呢，大家就会进一步往下问金流啦。什么意思呢？就当初大家已经在问一件事房价4677万，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房贷是3700万，中间价差的977万，请问李世川这个977万是钱怎么来的啦？那你说他过去他担任这个公职人员的薪水呢？人家算一算，跟他财产申报的时候对在一起不对啊，因为你财产申报金额看起来是固定的嘛，所以你财产申报金额去付这977万，看起来都不太起来啊。那你知道当时我们还没有算装潢
当时我们没有算装潢，是现在看的这个里宅的装潢，你找这个设计师去这个规划这个住宅，再怎么样你都有装潢费用吧，对不对？结果呢，这就是这2天大家在猜这个房子的装潢费用多少钱嘛？那这房子106平嘛，那我们很自然的会去抓说，比如说我看那个房子呢，因为它的房子有个特色，它房子呢装潢呢看起来呢还不错，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墙面，你知道看房子装潢呢，看墙面其实是可以当做判断指标，因为你墙面空白的越多，表示不需要复杂装潢。这个复杂装潢就越少，可是我如果房子要看起来越高级，我就会用很多的木作直接铺在那些那个墙壁上面。那木作是贵的哦，整个房子最贵的部分其中之一就是木作哦，所以它的很多的墙面几乎都是木作直接铺上去，所以看起来李四川这个房子呢，有人在帮他估说这个1坪大概没有10万块做不起来啦。那所以呢，在抓的时候呢，你抓他的房子，它的权状大概是106坪的，那你抓他的公设坪数抓个35坪的话，实际那个坪数大概有65坪呐，那65坪去算的话，大概至少要650万嘛。所以这2天有人这样推估啦，那李四川就生气了。李四川说再造谣我要告。那我想说奇怪，去评估装潢也不行。这个我们外面常见，业界在评估装潢的时候呢，大概以前呐，我说的是20年前、10几年前的时候，1坪大概抓5到8万呐。但后来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呢，抓到1坪8到10万是很合理的。那尤其像这个还算是装潢的，看起来比较高档的，所以那时候人家在估的时候估说，那你如果实际坪数有60几坪的话，那抓600多万很合理啊。那他们现在有出来回应那个，就是你讲说人家在估他的装潢，那他们近半有出来回应那个装潢费用。李四川说再造谣我就提告。那有没有说那个装潢费用是估的不对？那我大概是多少？他的意思就是那个估的费用是造谣。那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他当时装潢多少钱。可是大家心里的疑问就是那个977万当初那一笔看起来就兜不起来了，再加这600万上去，它变成1577万。1577万的话，那当然李四川现在就是说你这个都是造谣。可造谣你也可以告诉大家你数字是多少嘛？因为好像小弟我的房子装潢过的呢，那个当初的单据我都还是有留下来，所以呢，理论上这个李四川如果这件事应该是太太在处理的话，那个其实装潢的费用应该是有留下来的。再怎么样哈，当初帮你估价的设计师一定会给你一个这个设计的报价嘛，那个报价呢，好，现代人啊，就是报价的方式呢，手机传的也有嘛 ，email 的也有嘛，所以你再怎么样那个报价书给大家看的也都很合理啊。所以呢，这个用提告的方式说啊，再造谣我就提告。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的房子当初买的签约的价格，然后跟你汇款转账的金额，这个公布出来，其实一摊开来就大家就一目了然，就没有什么好继续争议的嘛。是啊，杜悠悠重口，而且是一下子就解决掉了。我无法理解说李四川为什么在房子这件事情上拖到现在哦。你知道他的这个房子的题目从6月开始烧到现在已经快2个月的时间，当初的977万呢，这个哈。跟大家一开始解释的时候说是贷款啦，可是他怎么算那个贷款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呢，等于说这个金额也没解释清楚，然后现在还跑出了一个最新的装潢费用的这个金额出来，所以都在一起呢，看起来他对不上的金额更大，所以我觉得李四川简单的事情哦，它其实不是复杂的事情哦，简单的事情就简单做哈，不要把它复杂化处理。他现在用讲说造谣我就提告的方式呢，我觉得他反而让整个事情变得复杂，因为显然你是不是好像连家里的事情都处理的让大家觉得看起来怪怪的。小平要不要先回应一下这一块？尤其对川博来讲的话，那刚讲到有一个就房子的这件事情，从前几个月就一直讲到现在，包括俊秀人刚刚讲，看起来他们对于这个全国人口最大的票仓400多万，他们呢看来势在必得，讲说包括2个人的比较啦或各方面来。川博从赢10几%变成现在是5-5波平手啊，我相信平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的。那必须这个加分一些。也要防守减分少一些，好，这基本概念。好，加分一定要提出要打破现有的所有的发言人所有的框架，一定要提出一个针对，因为新北市很多年轻人，新北市的年轻人是负载着就相对剥夺感，就台北市可能租不起啊，跑到外来人口，对，就从淡黄到淡白大概这样，从台北本地，所以作者有提出各种就对于年轻人很有利的政见因为你一下子你的整个形象年龄苏小慧比较讨好，所以你必须用政见来弥补真实年龄跟苏小慧会唱歌比较有活力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加分的部分，一定要有强而有力的政见。现在政见太旧了。所以这个就是加分的部分，一定要有强而有力的政见。现在政见太旧了，好，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概念呢？
这件很繁复，我就不要讲了哈。第二句话就是扣分要少扣分，这种事情要1秒钟要把它防止讲，因为川博讲清楚没有什么伤害。川博哈，我跟你讲，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林鸿道要找他去那个宏国集团当那个执行长，年薪600万。那他那时候其实不想从政，那你晓得当那个副市长只有200多万，但是死拖活拖王金平受到蒋万的拜托吧，所以川博好。这个是比一般人政治人物有一点钱，他做工程，我认为是都合理。那这个时候哈，千万不要就是说，就我什么都不能谈，什么不能谈反而有个问号，讲清楚，我觉得就没事。那接下来我可以预测，接下来打完房子打什么？一定是调出上穷碧落下黄泉。我说川普心里要准备，所有他在当副县长跟副市长任内，然后一定打他官商勾结，那最后也打不出什么贪污的东西，但他把人设打垮了啊！你是跟有钱人在一起，你是跟年轻人很远，一定是，所以这点是千万要注意的。我给川普的建议在你节目了。OK， 来上空2个地方最重要的，现在看起来蓝绿互攻之间最重要2大块。新北刚才讲到的这一块，对川普来讲的话，那刚才小平生活讲到未来预估会不会出现像这样一些的攻防。高雄呢，刚才俊宪委员讲，民党讲要现在保5，然后再取5，尤其保5里头，高雄一定很重要吧？高雄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正传最新的高雄民调呢？对啊，当然，基本上市长的支持度哦，你看到那赖瑞荣还是领先39.6%，柯志恩是31.6%，大概落差8个百分点了，8个百分点。但是你看细项的时候，以及政党支持度，你民进党41.1哦，政党支持度哦，那换言之，赖瑞荣目前为止是低于政党支持度哦，在高雄哦。那柯志恩是31.6%，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只有19.5%，民众党只有5.2%，加起来也不过才25%哦。但是他拿31.6%，他是高于泛蓝营哦，高于泛蓝营哦。那你细看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我都觉得他跟正传媒上一次做台北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沈伯洋民进党这个支持度里面，民进党的他拿71点多，但你看赖瑞荣拿79.6，其实在单一选举上面，民进党的候选人没有拿85%以上，其实都偏低哦。那换言之，赖瑞荣在民进党的票源上面是没有吃饱的哦，没有吃饱的哦。那你看反看那个柯志恩哦。柯志恩在国民党拿了90.6哦，然后民众党有69.6哦，拿了96.6哦，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出现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在聊天，赖瑞荣跟沈伯洋是没有吃饱，但是2个不同的情境。为什么没有吃饱？因为沈伯洋是在台北市投入市长前的时候，他的台北市民对沈伯洋的认识程度是陌生的，好，但是高雄市对赖瑞荣不是陌生的，不是陌生的。初选激烈的争斗之下，是否已经裂痕弥平、整合好了没有？从这一个看来，赖瑞荣的民进党支持度是没有吃到饱的，这一点是赖瑞荣的警讯哦。另外里面，不偏任何政党12.2比24.3哦，柯志恩是高的哦。当然他不表态的是63.3，但是这一块占这一份整个民调里面的比例是差不多30%哦，所以不偏政党这一块在这份民调抽样的比例大概约30%哦，所以这一部分。到最后，你现阶段是柯志恩偏高哦，然后你看这2个对比，陈其迈的市长施政满意度高达78.5%，民进党满意的是95.8%哦，民进党哦，但是你看市长支持度赖瑞荣拿多少？79.6哦。落差了16个百分点哦，
16个百分点哦。你说这是不是一个警讯？当然你说国民党当然他的支持度高，国民党、民众党，但是选举的时候一回归蓝绿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比例都归队了嘛，都归队了嘛，好，那当然你要算看好度哦，市场看好度比较没问题啦，市场看好度，因为谁的民调高，大概看好度就高了哈，所以你看，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哦，你看民进党对他的看好度依然只有79.1哦，没有破80%哦。你就看到这个比例都归队了嘛，都归队了嘛，好，那当然你要算看好度哦，市场看好度比较没问题啦，市场看好度，因为谁的民调高，大概看好度就高了哈，所以你看，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哦，你看民进党对他的看好度依然只有79.1哦，没有破80%哦，没有破80%哦，就是。你明明你看整体是50.3哦，它高于民进党的支持度哦，看好度是高于民进党的，但是你看民进党的看好度跟支持度相比，并没有比较高哦，一个78点多，一个79点多，并没有很高哦。那换言之，从看好度到支持度，最大的关键问题，赖瑞隆的民进党的票没有吃到饱。那娟委员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刚才讲到，因为对民党来讲要攻新北，但是不能后仓失火。那民党在高雄那份，包括赖总在高雄的支持度、满意度也很高，超过50%。然后更不要讲陈其迈市长，但是显然赖瑞隆这一块，如果照刚刚上过那样分析，他还有很大的空间。对，第一个，这是我看过高雄民调里面赖瑞隆领先最少。那对民进党就是一个警讯啊。但我也认为这个时候其实局势大有可为了。因为赖瑞隆的第一个，你说看好度高，代表这个人人气还在啦，就至少大家对他未来是看好的，所以他再去整合组织啦，整合派系，这个是很有利的，很有力量的，很有说服力啦。因为大家认为他当选的机会远高于柯志恩嘛，他是50比22.8。另外就是政党的支持度，在高雄，民进党也大赢国民党。对，政党支持度，民进党有是41.1嘛，国民党才不到20，19.8，多了1倍。所以有这些基础在的话，那个民进党要赶快整理好，整理好队伍啦。好，但柯志恩，我认为这个时候是他大概最高的时候了，因为柯志恩跟赖瑞隆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大家要知道，柯志恩是选过的，所以他全高雄他都跑过，他也有知名度，也算不低，所以柯志恩不是一般的候选人说到一个深绿的地区，所以民进党不能小看柯志恩，他是选过的人，所以他的一些朋友继承什么都在。然后呢，国民党之前的有一个空战打得不错，就是柯志恩。这个很高，支持度很高的是柯志恩会赢那种可能会输掉。那个打的那个有效，因为打到柯志恩好像大家觉得他甚至有民调什么差1%，对，还有差0点几，还有差0点几的，对，那个会怎么样呢？会把蓝的士气给拉上，他就凝聚在一起。另外比较好募款啊，这样的，这个很重要，粮草先行啊。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个一回事。那时候赖瑞隆都有2位数，就10%以上的领先了。但这次我看到是掉到10%以内，这样确实值得警惕了。那民进党要赶快这个戒慎恐惧，整理好队伍。我认为高雄民进党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乐观。小平最后30秒，高雄是这样子我刚刚讲完发动要把蓝盘做大。高雄的刚刚那个上一幕讲得很清楚，中间选民12比24，我们多嘛，多1倍。那是不是中立选民真的多1倍？我觉得不是，是假中立蓝营的选票。那我讲中立，国民党不会低到只有19啦，不可能啦。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盘比较小，但不是小到是无法追赶。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那追赶之后，那剩8%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嘛，双位数变单位数，变个位数，还是有意思嘛。
但赖瑞隆的除了整合以外，赖瑞隆就是形象不坏，但太模糊了，人设实在太不就说不出好跟坏，这个就会少中间民调嘛。那他柯志恩选过一次，然后跑过有基本知名度，人设很清楚，他跟教育啊、大学教授什么，然后那国民党南部很重要的从政党员，他跟谢龙介，这个形象很清楚。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重点是8变成5啦。那我们要防他们归队，79变，因为他多10%就多4%，你知道吗？那我们中间也要多拿一些，所以要让他陷入他的比较窒息状态的民进党的这个比较浅绿的对他支持，因为还有20%的空间。OK， 那我们已经吃到饱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我们蓝白都吃到饱了，中间要让他出来投票，所以中间出来投票是柯志恩投票率高。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未来选战里面，各个阵营里面，在每一个地方，那大家各自攻防之下，2026这一局胜或会影响到2028。那当然，大家眼下最关注的一个重点，明天725大游行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场面？那除了对大家关注的食安议题有什么样一些注意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效应上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民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